你好，我是有为。这一集是6月底到7月中的多肉度夏7月号记录。前面的开头呢，是我6月29号去海边参加疗愈音乐节的随手拍拍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这个月度夏心得吧。先来看看放在黑网底下没有遮黑网跟有遮黑网的香槟状态。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它还是这么红呢？其实就是黑网的效果。多肉植物对于光线的要求很高，虽然很高，但也不是多就好。如果晒太多呢，就会晒伤。那为什么我们冬天都会推出去晒太阳，都不会晒伤呢？但是夏天你却要拉黑网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温度咯。例如我在台东，冬天白天的温度呢，大概是26到30度，夏天是30到40度，或者如果有分风的话，就会更高，更可怕。热，然后再加上周边的辐射，让多肉植物的细胞壁溶解。我们可以说这是在煮肉，煮肉以后就熟了，熟了就好吃的肉，你就是要火够热嘛。今年我用的黑网买的是百吉针织50%，目前感觉很好，但有一些角度因为在太阳底下呢，斜射的时候还是会晒到，就有一点焦焦的，不过没有煮熟。那为什么有的人的多肉没遮黑网都没事啊？我这边弄了一区没有遮黑网的，给大家看看。可以观察出来，大部分这边都有白粉可以保护叶片。那这些厚厚的粉啊，它是可以挡住热跟狂野的紫外线。不过有一些叶间呢也会烧焦，薄叶的品种尽量也是不要不遮黑网哦。虽然这样想，但是晚霞跟这些大卷肉都真的一样的也太好了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谁褪色了，变绿了。虽然比起冬天它丑了那么一点点，不过目前都是很漂亮的。我们可以看这个玉蝶洛西嘛，没想到你在这个状态下也是很红很美的嘛。虽然有一点点褪色的，不过还是美美的，而且有出斑点。这颗马蹄巴呢，状态也是超级好哦。然后这个是这个七福神，我就没有想过可以养到进入第3年了。来看东云乌木类，这边都有一点晒得红红的，红橘红橘的，看起来也是还蛮美。这是红颜蜜语，真的就是橘色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接下来这颗乌木啊，帮我记住一下，它2周以后会长得不一样。这些黑网下的多肉看起来都很好，但难道黑网就是万能的吗？这边就要讲到黑网拉的这个高度哦，要离你的多肉80到100公分，这是最好的。不然如果你太近啊，就会像在蒸肉一样，反而会焦得更严重哦，要注意这一点。它的体质也是不太好的，这种小小颗的就很容易会有一大堆的耗叶，不见得会养得起来。花芽对多肉都是消耗，夏天尽量不要留。然后这颗是朱茵法师，听说法师类会休眠，不过它对呀，好像长得蛮好的。我仔细看中间，它还在冒新芽，好吧。本蓝鸟它超级爱阳光的，我们就尽量让它晒，不然你就会土长成这样。夏天呢，我的浇水方法也是一样，从头开始浇。这一颗菲欧娜变成了粉红菲欧娜呢。
然后6月28这一周挂了2盆，一颗是篝火，另外一颗是黑玫瑰。原本想说放着看它能不能缓过来，结果还是不行啊！它在放了大概1个礼拜吧，整个黑掉。这一周呢，我也发现了巨无霸白凤中了几颗虫，整个土里面其实都是虫跟蚂蚁，那很难整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砍下来，已经先处理掉一些东西了。那隔一阵子呢，又就是可能有虫卵吧，它又孵化出来了，所以我就把它先放在这边。继续在代谢它那些不好的状态，有没有又浮出来了一点？觉得这样很整理啦。然后就是7月12这一周啦，这边有季节景的蓝龙，这2颗都中了。那这一颗看起来可能会死，乌木类的度夏状况真的很多然后是我的梦露田，夏天的梦露啊，如果是稳根的，真的是最安全的一颗，又鲜又乖。然后接下来是侧影田，它又叫法兰西玫瑰，之前介绍过，它也是超级美的，放在有一点西晒的地方也可以哦。然后你还记得这颗前面请你记住的拳头大乌木吗？它晒伤了。叶心还在，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。那放到稍微更凉一点的地方，等秋天以后它就会长回来了。西晒的阳光是真的很可怕的哦。这一颗最化的革命也晒伤了。然后这周也收了2盆，一颗是4月砍头下来的妈妈晚霞，原本想说它会长得很好的，没想到1天就去了。然后这一颗是奶酪，接下来就是接受它。这个呢是接受西晒变绿的奇异恩典，它原本是漂亮的粉紫色，现在也是一种不同的美啦。夏天就是会有这种奇怪的枯叶，接下来到中秋节之前呢，尽量我们就不移动盆栽，不要随便拔枯叶。一来是因为移动盆栽呢，就有可能会有手滑的时候，或摔到就不好了。那不拔枯叶是因为叶片还没有完全脱离这个植物的时候，你就动手拔它，根系会因为这样被你伤到，然后会有伤口，会有病菌，就会因为这样子让你整个植株受伤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尽量不要动到多肉们。这颗香槟被咬得好惨啊！最近也太常遇到这些奇怪的虫了吧。7月12的这一天呢，看看我的大白菜，这花芽要开了耶，等等把它剪掉。细根开始在长了，但仍然有一点孵化出来的虫卵。我决定中秋以后再来入盆好了，这实在太大颗太重。那么今天的7月号度夏影片就到这里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有为，拜拜。